在当下拥有5代机的国家中，俄罗斯是最晚拥有的那个。虽然苏57自2010年就已经成功首飞了，但经过了10多年的研发实验，才在去年量产服役。在量产服役后，俄罗斯方面第一时间却不是抓紧为自家的空军更新换代，而是对外出售。在2021年的国际国防展览会上，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宣布愿意向战略合作伙伴供应苏57战机。该消息一经公布，就吸引来不少潜在客户。目前，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正在出售苏57战机项目，与世界上一些有意向的国家进行磋商。不过，在俄罗斯方面刚刚表示愿意出售苏57战机之后，这款战机就被揭露了一个致命硬伤。按照此前苏57的制造商苏霍伊设计局所透露的消息，这些量产的外售版苏57虽然装备了之前的 AL41F1 引擎，但是正在为以后的升级做准备。毫无疑问，这话的意思无非就是外贸版苏57并没有装备产品30这款矢量推力涡扇发动机，这就意味着外贸版苏57的心脏病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有意思的也正是这一点，在自家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俄式忽悠功力在线，称歼20也存在心脏病缺陷，无法解决，正考虑进口苏57。而发动机专家科里琴科认为，歼20未来装备的涡扇15虽然很先进，但其在135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条件下，涡扇15发动机将损失25%的推力，而这种推力急剧下降的情况，对于一架机动性很高的战斗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在飞行中，飞行员也很有可能失去对战斗机的控制。俄媒还指出，虽然搭载 AL41F1 的苏57也会与歼20一样拥有同种发动机问题无法解决，但未来搭载了产品30的苏57是中国无法拒绝的存在。不得不说，这位俄专家的消息太老了，现在就连越南媒体都知道，中国早已找到涡扇15推力无法做到最大的解决方法。在使用了第3代单晶合金的助冷涡轮叶片后，搭载着涡扇15的歼20根本不会存在什么心脏病的问题。所以俄罗斯现在还是担心自家的苏57吧，打铁还需自身硬，挑他人的错误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一架搭载着产品30的苏57才刚刚坠毁不久。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就开始把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对手。近年来，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广泛，逐渐开始把对抗的地点转向太空。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准备在太空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据越南 Daxiet 网站报道，早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的太空司令部就对外宣布了一项新的军事学说。美国方面表示，自古以来，一个军队的指挥官都会在战争开始之前试图占领山丘来获取战略优势，所以说他们依然要遵循这一点。越南媒体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山丘的含义已经悄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山丘已经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现代战争中，山丘代表着地球附近的太空轨道。目前，美国的太空部队需要开始占领现在的这种山丘，也就是说，美国太空部队将会把武器部署到地球附近的太空轨道之中。美国在地球附近的太空轨道部署完武器之后，他们将能够直接从太空中对敌人进行有效打击，并且对方将很难防御这种武器。不仅如此，如果美国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太空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发射的洲际导弹将会在飞行过程中被美国军方有效拦截。所以说，美国军方的这一想法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不利。对此，俄罗斯方面也做出了回应。俄罗斯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军方从太空中对俄罗斯发动袭击的话，俄罗斯最多只会受到30%的损失，但是俄罗斯方面也能够有方法让美国重返17时代。不得不说，俄罗斯方面这次放出的狠话是对美国最为严厉的警告。那么，俄罗斯为何如此有自信地认为他们有方法让美国重返17时代呢？对此，俄罗斯军方给出了答案。据俄罗斯军方表示，就算是美国在太空中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但是美国军方仍然没办法完全消除俄罗斯的核威慑力。并且俄罗斯军方认为，美国在太空中部署的导弹拦截系统最多只能拦截俄罗斯军方已经发射的洲际导弹的30%，也就是说，剩下的70%仍然能够击中美国本土。虽然说俄罗斯的核打击能力被削弱了30%，但是剩下的70%足以让美国返回17时代。此外，俄罗斯还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观察敌方的人造卫星，并将其消灭。如果俄罗斯方面真的这样做了的话，美军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将会被切断，并且他们的导航系统很有可能也会失灵。这样一来，美军将会不战自败。所以说，俄罗斯方面并不会对美国的太空武器感到惧怕。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也能得出，我国也无需惧怕美国的太空武器，毕竟以我国的能力，也能够让美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2020年6月15号，印度士兵越界中国边境地区挑起争端，并且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加勒万河谷事件。2021年2月19号，官方首次披露加勒万河谷事件的细节，表明我边防军在这次的印度军队侵犯边界中英勇战斗并击退敌人。然而不幸的是，陈红军、陈祥荣、肖思远与王卓然这4名边防战士在这次争端中牺牲。对于一个刚从100年屈辱中重新站起来的国家而言，烈士这个词代表着怎样的沉重含义，我们中国人都十分清楚。除了官方与各大媒体表达对牺牲战士的缅怀外，无数普通中国人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自发缅怀烈士，全国上下一心，这也是咱们中国一直以来屹立不倒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总有人为拼命挡住黑暗。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些精神印度人却开始上蹿下跳。就在官方公布我军4名边防战士牺牲的同一天，立马就有一位拥有240万粉丝的所谓大 V 跳出来，对我军戍边战士以及牺牲的烈士大放厥词，恶意诋毁边防战士。这一次，全国人民都怒了。虽说很快这位大 V 就遭到了封号处理，但这并不足以平息我们的愤怒。很快，网友扒出来这位大 V 属于惯犯了。这位裘姓男子虽然过去在媒体任职，也算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其行为却让人所不齿。过去他就经常发表过激的公知言论来博取眼球，这一次诋毁英烈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一个人的基本良知。好在最新通告表明，这名精神印度人因恶意诋毁烈士已经被警方抓捕，等待他的将是应得的惩罚。但其实这次事件也只是过去一系列公知大 V 肆意诋毁国家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个例。可以说，最可恨的敌人在内部。这次大 V 诋毁烈士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同时也反映出我们过去长期遭到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精神外国人各种言语炮弹。凡是外国的都要肯定，凡是中国的都要否定。要说这些公知语录，可不仅仅是膈应人，长期以往下去，危害可不小。记得局座张召忠在节目里说过，我受外国人欺负没有问题，我可以反抗，我受到的是我们自己人的欺负。整天发表一些谬论，污蔑海军的发展，南海差点就葬送在这些人手里。当年中国海军品弱，可国内公知配合国外大肆宣传航母无用论之类的言论，让中国海军的发展可走了不少弯路。如今随着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自信，过去越来越多的公知言论已经没有了市场，不少精神外国人也没有了出路，以至于要在是非问题上大做文章。如今我们在牢记为我们付出的烈士的同时，也需要提升独立思考能力，让那些精神外国人再也无路可走。